马斯克的1万亿美元工资1分钱都拿不到，不是公司没钱了，也不是他不要，而是这就是一场披着工资条的对赌协议。想要拿到钱，必须去完成一连串我看完都头皮发麻的地狱级任务。不过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已经在搜怎么持有特斯拉的股票，他要见证马斯克的万亿对赌。经此一事，也有人调侃道，杨元庆最高光时刻就是和马斯克坐在一起了。马斯克现在已经跟1万亿美元紧紧地绑在一起了。既然这个赌约这么吸引人，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号称要建造未来世界的合同里头到底藏了多少魔鬼细节。合同里设置了3道枷锁，每一道都堪称地狱难度。这第一道枷锁我叫它市值枷锁，目标是要上天。合同要求特斯拉的市值在2035年前干到 8.5 万亿美元。8.5 万亿，这数字听起来很麻木，对不对？我们来打个比方，特斯拉现在的市值大概在 1.4 万亿美元，已经是全球顶尖了。8.5 万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再造5个现在的特斯拉。换个更震撼的比法，现在全世界市值最高的3家公司是苹果、微软和谷歌吧，他们的市值加起来都还够不着这个 8.5 万亿的目标。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增长目标了，这是要吞下整片星辰大海，创造一个人类商业史上从未有过的巨无霸。光这一条听起来就已经很离谱了，对吧？但别急，这只是开胃菜，这第2道枷锁才是真正的地狱 KPI， 是运营层面的变态指标。光市值高不行，你还得拿出实实在在的产品和用户。我给你念几个，你听听，这像人话吗？要搞定1000万 FSD 完全自动驾驶的活跃订阅用户。朋友们，你知道现在 FSD 的付费率是多少吗？也就10几个百分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未来特斯拉每卖出2台车，就差不多得有1台车的车主不仅愿意花一大笔钱买这个目前最顶配的功能，还得天天用它成为活跃用户。你看看你身边有几个人敢完全放心把方向盘交给车的？这个难度简直是逆天。要交付100万台 Optimus 人形机器人，还要实现100万辆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的商业化运营。好家伙，这俩玩意儿现在基本还停留在咱们看的发布会酷炫视频和实验室阶段，连个成熟的产品都还算不上。马斯克张嘴就是各来100万，这已经不是卖产品了，这相当于要凭空创造出2个全新的100万辆级规模的全球产业。这是在定义未来20年人类怎么出行、怎么工作的生活方式。你就说这目标疯不疯狂？第3道枷锁是利润枷锁，考验的是点石成金的硬功夫。光把东西卖出去还不行，你还得赚大钱。合同里要求的是一个叫 EBITDA 的利润指标，最高要达到4000亿美元。你不用记这个名词，你就知道它反映的是公司最核心的赚钱能力就行。4000亿是什么概念？这比特斯拉2024年的利润水平要高出将近24倍。这意味着马斯克不仅要拼命把车、把机器人、把自动驾驶网络铺满全世界，他还得以一种极限的成本控制和生产效率，让每1块钱收入都能挤出惊人的利润。这不仅仅是规模战，更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效率战。最后董事会还上了最狠的一道保险，我管它叫黄金手铐。你以为马斯克可以慢慢磨洋工吗？不行，合同规定他必须至少在未来的7年半里全职担任 CEO， 不能中途跑路去专心搞他的 SpaceX 或者 X 推特，否则所有还没解锁的股票啪全部作废。更绝的是，就算他拼死拼活解锁了某一部分股票，也不能马上套现，还得再等5年。这等于什么？这就等于用1万亿美金铸成了一条最坚固的锁链，把马斯克这个人和特斯拉这家公司死死地焊在了一起。董事会的意思很明确，老马别无他顾，就是这10年，就是特斯拉这一条路，把你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全都给我砸进去。所以大家现在明白了吗？当我们一层层剥开这1万亿美元的外壳，里面藏着的根本不是什么高薪合同，而是一套人类商业史上最大胆、最疯狂的对赌协议。股东们不是在给马斯克发钱，他们是在用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代价，赌马斯克能带领特斯拉创造一个我们今天看来都觉得是科幻小说的未来。无论最终成败，这个过程本身就足以震撼世界。不过你要是看到这里，觉得马斯克拿不到1万亿美元的工资，那就大错特错了。先看个表面现象，那天马斯克好像确实输了一局，有个提案是想让特斯拉掏钱投资马斯克自己的另一家 AI 公司，叫 XAI， 这不明摆着是左手倒右手吗？结果你猜怎么着？这提案还真就没通过。乍一看，哎呦，董事会和股东们挺清醒啊，没让马斯克瞎搞，给了他个下马威，让他好好专注特斯拉主业，别总想着拆东墙补西墙。但这里头的道道可深了，我跟你说，这很可能是一颗烟雾弹。董事会那帮人精着呢，他们可是吃过亏的。几年前马斯克让特斯拉巨资收购他自己表兄弟的太阳能公司 SolarCity，
后来被告的那叫一个焦头烂额。他们现在是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所以这次他们玩了个绝的，他们公开建议股东们对这个 XAI 提案投弃权票。妙就妙在，根据特斯拉的章程，弃权票居然算作反对票。所有听话的想中立的股东啪一下全成了反对者董事会，这不费吹灰之力就用规则巧妙的把这个雷给排了。这一手既避免了未来的法律麻烦，又好像给了马斯克一个约束，实在是搞。可是兄弟们，咱们都被这表面的小挫败给迷惑了。马斯克和他核心支持者真正的目标根本就不是这个明摆着会者一身骚的 XAI 投资，他真正的王牌藏在另一个不起眼的10号提案里。这个提案是想干嘛呢？他想废掉一个护身符，就是那条规矩，你得持有特斯拉3%以上的股票，才有资格起诉董事会，给自己乱发好处。这玩意儿可太重要了。马斯克之前为啥费老大劲把公司从特拉华州搬到德州？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能在德州立下这个3%的门槛，这等于给董事会和他自己修了一座超级坚固的德州堡垒，让小股东想随便告他们难如登天。而这个10号提案就是想把这个堡垒的城墙给拆了，让马斯克他们重新暴露在随时可能被告的风险之下。然而最精彩、最震撼的反转来了。当对这个10号提案投票时，特斯拉的股东们用他们手里最真实的选票给出了一个响彻云霄的答案，他们以压倒性的优势否决了10号提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股东们亲手拿起焊枪，哐当一下帮马斯克把德州堡垒的大门给焊死了。他们等于是在集体呐喊，马斯克，我们挺你，我们绝对信任你，你别怕被告，别怕那些条条框框，放开手脚去干你的大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知识了，这是一张股东们集体签发的免死金牌，是一份沉甸甸的用投票表达的终极信任状。所以现在咱们再看那个 XAI 投资失败还算个事儿吗？屁都不算，那甚至可能就是马斯克和董事会商量好放出来吸引火力的假目标。真正的赢是这座堡垒被股东们自愿的坚定的加固了。好了，谜底揭晓，现在让我们重新审视那份万亿卖身契，它还是个手铐吗？我看真不是了。经过股东大会这么一出跌宕起伏的权力大戏，它的本质完全变了。要我说，这份协议现在看起来更像是特斯拉的股东们众筹了一张价值1万亿美金的通往未来的船票。再说，马斯克为什么要签这地狱难度的 KPI？ 他是没有钱了吗？并不是，答案其实特简单，这家伙压根不是在赌，他简直像个开了游戏作弊器的玩家，早就把通关所需要的超级武器一件一件的攒齐了。这份万亿合同与其说是赌约，不如说是他亮出的武器清单和施工图。第一件大杀器就是 FSD， 也就是完全自动驾驶。这玩意儿在马斯克眼里早就不是个高级选配功能了，他想干的是织一张覆盖全球的自动驾驶网络。最近特斯拉甚至要求店员交车时必须给客户演示 FSD， 为啥？就是要让你直观感受到这车有了 FSD， 就跟普通车是两种生物，它的技术内核也在变，从过去死板的代码变成了更像人脑的端到端神经网络，自己学习自己决策。马斯克甚至说，以后坐自动驾驶车会像坐电梯一样自然，你按个按钮，它给你送到地方，中间过程你根本不用操心。更狠的是，人家连商业化产品都准备好了，叫 Cybercab 的无人出租车，目标2026年就量产，成本据说能压到3万美元以下，算下来1英里路费才2毛钱。你看这样一来，那个1000万 FSD 用户的目标是不是突然就从画大饼变成了有产品、有规划、有时间表的实在路径了？光有技术还不行，你得能像生产玩具一样把它大规模造出来。这就得说他的第二件武器，下一代制造平台。马斯克在造车这事上追求的是乐高式的制造，他不满足于在原有生产线上修修补补，他要用第一性原理回归本质。凭什么造车不能像拼乐高一样，把几个大模块咔咔一组合就完事儿了？无论是以上市的 Cybertruck 那种颠覆性的设计，还是未来的新平台，目标都极其明确，疯狂压缩时间和成本。有说法是，目标是每5秒就能下线一台车，你泡碗方便面的功夫，人家几十台印钞机就造好了。这种制造端的革命才是支撑他那个吓死人的销量和利润目标的硬道理。但马斯克的野心早就跳出4个轮子了。他的第3件也是最科幻的一件武器是人形机器人 Optimus。 这哥们儿在特斯拉的机器人日上可是大出风头，能走能拿东西，互动性越来越强。最关键的是，马斯克说大规模量产后，它的成本能压到2万到3万美元一台，这个价格点太致命了。这意味着它不再是实验室的昂贵展品，而是能真正走进工厂仓库，甚至普通家庭的一个通用劳动力。马斯克相信机器人加 AI 会引发一场生产力海啸，
甚至可能让社会进入普遍高收入状态。Optimus 代表的是一个比汽车市场广阔得多的全新的万亿级蓝海，是特斯拉从造车到造人的战略大升级。所有这些酷炫玩意都得有个强大的大脑来驱动，这就是第4节，也是最底层的武器——自研的 AI 芯片。不管是处理海量路况的 FSD， 还是指挥机器人跳舞的小脑，都需要恐怖的算力。马斯克的终极底气之一，就是要把这个最核心的心脏握在自己手里。虽然具体细节不多，但自研芯片是特斯拉一贯的套路。这样不仅能摆脱对英伟达这类巨头的依赖，所以大家再看这1万亿美元，它还是份简单的工资吗？真的不是了，它更像是股东们的一次集体众筹。他们掏钱买的根本不是什么电动车，而是一个由全球自动驾驶网络、100万机器人军团和自主 AI 算力霸权这3根巨柱撑起的未来生态。特斯拉正在撕掉汽车公司的标签，它要变的是一家旨在支配未来物理世界的 AI 与机器人巨头。马斯克的底气就在这儿，他不是在赌桌上猜大脚，他是在工地上按着图纸一砖一瓦地建造那个他口中的未来。